大家好，我是强志。我们这边基本上都走完亲戚了。今天我跟橘子呢，把老家的一些礼物给整理出来了。当然了，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些礼物，就是人家过年来我们家拜年，就是拜访的时候走亲戚带来的。基本上的话，就是两家，不是两件儿，不是怎么，对我有点紧张，一家两件儿。过年走亲戚基本上都是礼尚往来。对，一家两件儿。然后城里还有一部分。对，这是我们老家的这些那个礼物哈。对，今天我跟橘子呢，就是趁这个时间呢，给大家交流一下。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呢，发了几个视频，有个别视频呢，有一些朋友提出一些问题，因为他们有个别地方不太理解，比如说过油，比如说蒸馒头，比如一些习俗，特别是这个过年走亲戚买了那么多礼物，他们说，针对这个买礼物，他们理解不了，他们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。怎么买那么多礼物？对，今天我跟橘子呢，给大家交流一下。因为我们这边呢，首先，我这边的亲戚比较多，我有4个姑，1个姨，还有3个舅。然后强子那边也是，强子也有3个姑哈，然后另外还有其他的亲戚。你看我们这边都是基本上是一家2件礼物。当时我们买礼物那个视频呢，基本上都是买的这个我去娘家的一些礼物嘛，一家2件其他的礼物还没有买，因为你看，别人来我们家也是一家两件的，这个是我们这边一个习俗吧，礼尚往来。主要还是一个好事成双。对。这在我印象里哈，10年前就已经不是说一家一件了，就是我小时候上初中的时候都已经是一家2件了，哪怕是拿2件随随便便的东西。对。然后有的时候，有的人还就是比较那个关系比较好的，人家还有一家3、4件、4、5件、5、6件，都有的。对，比如说你回娘家，你看拿了多少件？又比如说去姥姥家，那拿的也不是2件。也不光是我，你就是所有的，就像我这种，就是回娘家哈，回娘家都拿很多礼物哈，真的。对，比如说我去我舅家，我拿的也不是2件，对，都是至少3件以上。所以说，因为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孩子还小嘛，然后我们要带着孩子走亲戚的话，当现实去买礼物的话，就是比较麻烦一点，所以我和强子，是那一天就是提前把礼物给买了，但是其他的礼物就是，有的时候强制去买的，然后咱带上我们去走的。那天买的主要是橘子娘家那边的亲戚，还有我舅家，还有姨家的。对。但是我姑姑这边还有一些其他亲戚，包括说一些朋友家的礼品还没买。对。那只是一部分，如果说那些东西都算上的话，那远远要超过当天买的那些礼物了。那肯定还要增加很多量。对。还有就是说咱们家的亲戚算少的，像人家亲戚大的，就按照每家2件算，那至少都是咱的好几倍。是啊。所以说就是，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些，就是人家来我们家走亲戚带的礼物，基本上也是，就是每一个人来的时候都会提2件过来，反正基本上2件已经是我们这边的最低标准。如果说你只是提1件过去，人家来你家拿2件，那这在礼节上都不太合适啊。这好像就是在人家理解里，你好像扣了人家一件礼物似的。对。然后就刚才强子说，然后我们现在过年走亲戚呀，然后现在都基本上都买车了，以前呢都是骑那个自行车啊、电动车，基本上带不下那个礼物的。骑电动车、自行车的时候，那都是说白了，一天要跑好几趟，来来回回拉，反正也得把亲戚走完。对，当时我们家没有车的时候，然后就感觉每到过年的时候，走亲戚都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儿。然后后来然后我们买车了，也是为了方便过年的时候走亲戚。真的，这是。那只是其中一个因素，主要还是有孩子，没有车的话，出门真的不方便。对。其实买礼物这个事儿吧，真的我们这不是个例哈，就是个别朋友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欢迎过年的时候来我们河南旅游，可以来找我们，可以看看。就我们这儿买的都是最基本的，每家2件的标准。是。但是针对那些比较亲近的，然后像姥姥，还有娘家，还有舅舅家的，可能拿的不止2件。对。对于一般来说都是2件。就是大家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来我们这边，可以旅游，顺便了解了解。对。都是这种情况啊，好事成双。再加上有时候还有很多朋友说，你们拿的这些礼物，不管是2件也好，1件也好，感觉有点廉价。有时候我想说，礼物它不在贵重多少，它只是说过年的时候去交流交流，去1年没见了，一块坐一块说说话，聊聊天啊。对，然后拜拜年，对，然后互相关心关心。增加
加一下亲情。对，然后再加上今年放开了，反正就是总体感觉过年走亲戚的时候放松很多，是。气氛都不一样。今年还挺热闹的。对，大体是这么多。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些只是我们老家人家来我们家送礼的，一个礼品。我们城里还有一些。是，爸，那个就是咱过年不是蒸馒头吗？很多朋友提出一些问题，说那过年恁家蒸那些馒头恁吃完了呗？我就那点啥，我都爱吃馍，红包。就是我们过年蒸馒头，除了自己吃，还招待客人。对。然后就是昨天我问咱爸说家里还有几个馒头，咱爸说家里的馒头最多也就再能吃几天就结束了。主要是我们这边以面食为主，然后我爸平常也喜欢吃馒头，然后过年我们每次过年我们都做很多。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保存的问题，你看刚才我爸还说了哈，现在我们家的馒头都不剩几个了，所以说它也不存在这个就是发霉呀，蒸的多吃不完发霉这个问题。这问题好解决，我一顿在里两三个。好解决。这样家里还来切的。客人再吃点儿。对，你看俺那个哥，俺表哥他们来的时候，然后也特喜欢吃馒头，喜欢吃咱家大馒头是吧？是的。现在是这样的，就是咱家人口算少的，像那些人多的，就是咱不是弄了3斤面粉吗？像那些人口大的，人口基数多的，人家都不止30斤面粉。像人那个人口少点的哈，可能人家整个7、8斤10来斤是吧？像咱这都是最基本的标准。咱挣的多呗吧？也不算多。俺爸还嫌俺挣的不多的。人家有的挣的不几个，几天还好几天还没吃完的。我不中，我爱吃馍一顿带2、3个。咱明年还蒸馍。对，所以说保鲜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也不用考虑，因为蒸馒头期间是过年期间嘛，天气比较冷，基本上也没有放冰箱，冰箱也塞不下，就放在外面。都得放在外面。再加上现在我们这个环境还是有点冷，但是再冷几天，咱家馒头也吃完了。是啊。不都没有我都吃完了都。没都吃完了。然后第3个问题就是咱们过油的问题。爸，人家有好多朋友说的，恁这为什么年年都过油，年年都过油？咱这都是习俗，都是蒸馒头、包红包、送枣花、过油、打肉。是吧？炸点什么的。炸点东西。是这样的吧，就是俺俩说，就是这是俺俩说，就是听你这个老年人说的哈，就是因为人家说。恁在河南这边，特别是恁这一片，年年过油，那油炸食品吃了对身体有啥好处？那恁咋天天炸这东西的？不是年过，咱一年炸这一回，招待客人的，就是很少炸，想吃了炸不多少嘞。就是过年炸的，它并不是说天天吃，就是炸的当天可能吃的有点多，后续吃的时候都是把它。搭配的其他的菜。对，然后溜点丸子，溜点肉，然后还炒蔬菜的嘛。除了自己家吃，然后亲戚朋友来了，然后咱们都拿出来招待亲戚朋友。其实不光俺家这样，然后去别的家也是这样。比如说俺去俺姥姥家是吧？俺姥姥也给俺弄的有炸的那个丸子、油条、油馍，然后炒的还有菜。菜是菜，炸的是炸的。对，都是搭配着吃的。它过油脂是个习俗，过了油之后那些油管当熟油用。二一个这个过年炸的还有丸子都是现成的，也省去做菜的这个步骤了。对，是这样的。基本上就是大家看到的，总觉得咱天天在吃油炸的，实际上油炸它只是一部分，然后天天吃的，对，允许吃，慢慢都给它吃完。对，吃完那不是光吃一样。然后当天炸了之后，后续再吃的时候，它都是上锅蒸，蒸了之后它都显得不是太油腻了。是的，基本上这是习俗，这很多朋友就说。你能不能改这个习惯？能不能过年不要炸东西？炸。河南的习俗都。对。老一辈儿传下来的。河南的习俗是的，这是我们这。这个人家各省的，人家那儿习俗啥意儿嘞？人家那是做年糕，然后弄这弄那，是吧？是的。咱河南都那玩意儿。是的。是这样的吧？正是因为人家不理解或者不了解，所以说咱今儿个就给你就给你分享嘛。大概就这个情况，就是也不存在吃很多油炸食品对身体好不好的问题，只是当天炸的时候吃的稍微多一点，搭配着吃的。后续吃的时候那都是相互搭配，要么说有一顿没一顿的，可不是说天天吃。
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过年发红包的问题。过年了嘛，都要去发红包的，不光是给孩子发，然后还要给这个自己的长辈去发，都代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寓意嘛。不管是你有钱没钱，那过年这个红包呢，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。不光我去给他们发，比如说我的兄弟姐妹嘛，也会给孩子们发，或者给我妈，然后去我姥姥家给我姥姥，然后去我姑家的嘛，给我姑发红包。不光是我，你看我姐、我弟弟、妹妹，他们都会给他们去发红包的。对，俺这边的老表对，也都是相互发，给长辈也好，给小孩也好。是。所以说，就有时候就是有些朋友说，就是然后没有钱让没有钱还过不成年了，感觉是有点误解哈。就是你过年不管有钱没钱，红包这个东西不管多少，那都会得发，因为它是一个习俗。对。发红包送的是祝福，然后如果不发个红包的话，是不是人家给你家小孩发了，或者说人家跟人家长辈塞钱了，你没有相应的动作，是不是？这毕竟是不好。是。他不管是这个红包这个钱数多少，是多还是少，是吧？它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寓意，是这样的。希望大家去理解。对，还有就是说，就是主要还是礼物这个事儿哈。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家买礼物只是买了你们那边的亲戚，加上我舅我姨的亲戚，俺爸这边的亲戚都还没买的。对。所以说那只是一部分。这只是一个很普通家庭的一个简单缩影。那你想那家庭大的，像俺姨家人家买礼物是咱的好几倍啊。是。人家都在一家一家走完。对，其实都买，不光咱们买，是吧？对，人家发的红包才多呢，我们这发的红包跟人家比那就差得远了。我那天看见那个咱那个金子，然后他发红包，哇塞，他那屋里面好多人，都是小孩，包括就是和我们一样大小，也是叫他舅和金子的，然后咱金子和舅还给他们发，就你那边的。对，就磕头，磕一个头给100，这一个小孩磕了好多头，不知道给了多少百。我看咱金子说当天他准备了几千块钱，都发完了，他不是腰包都掏干了。小孩多，你没办法。但是你想，他发红包的时候，那他的小孩去人家家，人家要不要给同样的发红包？是，但是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互相传递幸福。对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大家说橘子家炸了那些东西，在家吃了一些油炸的东西，到娘家又吃油炸的东西，还要带。其实那天我在我妈那儿，就是带了那个油炸的，也没带什么东西。强志喜欢吃我妈炸的油条，然后我们就带了一些油条。然后其他的东西呢，我妈是让我姐和我姐夫带回家的，因为我姐夫在外地上班，我姐是教师，平常又带着2个孩子，比较忙，然后很少给炸这些东西给孩子们吃，自己吃。然后过年的嘛，我哥也回来，就我们这边叫姐夫叫哥呀。然后我妈炸了多一些，然后主要是让我姐和我哥拿回去的，有炸鸡、炸鱼、炸丸子，还有炸的那小零食、蕉叶子嘛。然后我妈炸了很多，所以说我们这边呢，并不是总是吃油炸的，也是说呢好长时间没吃了嘛，然后过年的嘛，炸了这些东西。对，其实是咱们家可能经常吃油炸的，那针对于咱姐或者咱姐夫还有咱妹妹什么的，平时都在上班，也没有时间炸那些东西。喜欢吃妈妈的味道嘛？你看那个油条，大家都吃得很开心。对。炸鸡平时在炸鸡店也吃过，但是肯定跟家里炸的不一样。是。所以说咱妈那天炸了特别多的东西。对。基本上大部分都让咱大姐给装走了，还给咱那个还给咱那个妹妹让留了一点。因为怎么说呢？可能自己家的，比如说我妹妹他们家，可能过年也炸这些东西，只是我们很想妈妈的味道，想吃妈妈炸的东西嘛。然后我们家强子喜欢吃我妈炸的油条，我带了一部分油条。当天走的比较急了，要不然我也带了炸丸子什么。对。主要是感觉到我姐那个比较忙嘛，我姐也喜欢吃，我想让她拿点，所以都没有拿太多，就拿了油条。很多朋友都说，反正看我们的视频，发现我们过年除了炸东西还是炸东西。我们过年也炒菜，也吃菜的，也走亲戚吃菜。人家亲戚招待的时候，总不能把炸鸡炸鱼再给你端出来吧？那东西有，大部分搭的都是其他菜，比如说也有吃火锅的，只不过有时候咱没有拍。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也有吃清淡的，其实清淡的也没有拍。然后你看俺家有孩子嘛，一天3顿饭，就是可能大家暂时的时候就是正好是吃那一顿吃肉的，那些拍青菜，然后和稀饭的视频，
就没有去拍摄，也没有给大家分享，对。所以说造成了一个就是很局限的现象。就是经常看我们吃那个什么肉呀、油炸的哈，没有看到我们吃粥，然后喝面条儿，然后吃清淡的这些部分哈。对，反正就是你看，像咱舅家，当天除了就像你说的，过年过油的那些东西，你看那天做了多少菜，是吧？那都是菜搭配着吃的。俺们家平常也经常炒菜，经常吃这个蔬菜的，因为我们家种的蔬菜比较多，肯定是跑到我们肚子里面了。对。所以怎么说呢？大家不管吃什么东西嘛，都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我们这边也都会注意的，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。最后呢，祝大家兔年顺顺利利哈，然后心想事成，平安喜乐健康。咱剩下咱的礼物啊。俺那说的买礼物多，买礼物多大还？你看走亲戚，你看拿一件多不好看，寒酸哈。你看拿最少得2件走亲戚，好看。是好几年前的话都是最少都得2件的哈。那几年不是那几年呢？煎瓜果子拿其他啥东西，那多说呀。那时候那时候穷也不咋儿，这点条件高的都拿的礼物高档的开始。高档的开始。拿一件不好看，就说拿2件，这条件不一样了，这是。现在主要是你拿1件也不中啊，人家都2件，你拿1件的话显得格格不入。是的。主要的现在是普遍一个现象。这个主要拿礼物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过年走动。是吧？联络感情。是的，走年底下大团圆，走亲朋友，相互问候。是的。是吧？拿1件不好看，最少得2件。